到哈尔滨玩的时候，吃鱼被一个大鱼刺给卡了，下了诊所的手术床。说的第一句话是啥？你们谁也想不到。我们前两天不是去哈尔滨玩去了吗？我到那儿我一刷手机，我说哎，刘亦菲现在也在哈尔滨呢。此刻哎，咱说不定能偶遇呢。张家铁问谁是刘亦菲，我就给他看一下刘亦菲照片，他认识。其实张家铁老看刘亦菲，我在家我前一段时间老看刘亦菲的电视剧嘛，张家铁老跟我一起看，爱看。所以张家铁一听说刘亦菲在哈尔滨，他十分激动，高兴坏了，问我刘亦菲就在这儿呢。我说对呀，他说那咱别在酒店待着了，出去找刘亦菲去。我就在酒店跟他忆起了一些往事。我说你知道吗？你爸当年刚认识妈妈的时候，审美畸形，说刘亦菲没有你妈好看，给张家铁听懵了。这长得多带劲呢，这大高个多好看呀，我喜欢。然后我们就出发了。张家铁说他今天一定要在哈尔滨找到刘亦菲。我说街上那么老多人，你咋确定哪个是刘亦菲呀？张家铁没吱声，他也觉得不管咋说得有个照片，有个参照物，因为在他心里，大波浪头发、长得无比美丽的女子就是刘亦菲。于是离开酒店的时候，心生一计，把酒店客房服务的卡偷走了。于是我们在哈尔滨玩了所有的景点，因为早达在加拿大待过很长时间嘛，所以他特别喜欢这种有冰雪的城市，很享受。而张大铁一心只想着另一件事儿。其实是刘亦菲吗？保安都看懵了，因为张家铁特别像一个拿着传单拉黑客的黑导游。我们受不了了，一把把他抱走了。他双脚离地了，张家铁自己琢磨该改变战术了。啥事心里都惦记着刘亦菲。正义，这是给刘亦菲留的。亦菲没找到，但尔滨的热情暖人心，就连尔滨的果品之光飞鹤也暖到咱心坎了。飞鹤的2小时生态圈，从挤奶到加工只需要2小时，奶粉品质优先，63年零事故，用前沿科技为聪明宝宝添益。飞鹤真是给尔滨上大分了。我们在哈尔滨待了2天，张大铁一直没有放弃找他的刘亦菲，但是我们马上就要离开了。我们吃着这尔滨的最后一顿饭，张大铁知道遇见刘亦菲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。吃饭的时候，张大铁吃鱼一个不小心把嗓子给卡了，突然间就开始一顿咳嗽。我说别的招都不一定好使，赶紧去医院吧。幸好楼下就诊所，到了那儿就要给他架台上。张大铁回头跟我说：“妈妈，我不会哭的，我会很勇敢。”然后让我把他拔刺这过程，他有多勇敢多爷们儿给他录下来。啊，这是做很大很大。哎，哇，太厉害了！还疼吗？不疼。结果下了手术台，回到餐桌，人张大铁第一句话是：“刚才那视频给刘亦菲看一下，给刘亦菲看一下。”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喜欢张大铁的观众，我建议你谨慎看这条视频，因为张大铁的奶奶太糊了，你看完心疼。我们一家来泰国玩了，我妈和我婆婆都来了。我问我妈，我说你不是有点看不上温迪吗？你咋最后还同意来了呢？我妈说我不放心，我觉得太危险。我说泰国没有那么危险。我妈说但是你婆婆有。我们这不就来泰国了吗？第一天坐船出海，在海的正中央，我婆婆提议要跳海。这一个提议出口，我婆婆、我老公、我小姑子在澳达，衣服一脱，噼里啪啦全跳下去。然后张大铁那胆小，就说水里有老妖精，就不下。我几次尝试跟他沟通都被拒绝，我就跟大胖媳妇说，我说这样你就游到拿铁前边来，离他特别近。我呢一会儿就不跟他沟通了，我越说他越害怕。就一会儿我入水的时候，我在后边就稍微这么一推他，你马上你就接住。他一进水，他发现没事儿，那他就不害怕了。大胖媳妇说行 ，OK， 我接他来吧。这时候我婆婆就在后边喊 No， 怎么可以这样？我一听我很惊讶，我心想啊，这外国奶奶其实也知道心疼孙子，你看平时挺虎，关键时候也知道保护。结果我婆婆说你听我的，咱们要把他扔下去。2秒钟才飘上来。张大铁被扔进大海之后才发现水里没有老妖精，家里有。然后我妈也不敢下水，温迪提议要扔我妈，后来温迪自己退缩了，没敢碰我妈。我就问发生了什么呢？早达说刚才姥姥让我跟奶奶说，她心脏里有支架，坏了赔10万，奶奶就走了。我不懂他们这是什么毛病，就是对跳水这个执念。前几天我去桂林出差，我要去参加一个晚宴，大胖媳妇作为受邀嘉宾的男伴本来也要出席，结果人家来的路上突然间想做竹筏赴约，人家竹筏划着划着，大胖媳妇就说要跳水，说太热想游泳，人船夫说不允许跳。大胖媳妇说我就想跳。船夫说那我不能担这个责任，你掉下去了那是你的责任，不赖我。我要是让你跳，那这就是我的责任。大胖媳妇说我懂你的意思。然后这有人掉水里了啊！妈妈怎么掉水我在晚宴上，我寻思我家男宾咋还不到场呢？
遥远的看出去，觥筹交错的背后似乎有2个落魄的身影。因为身上太臭，没让他俩进，我只能独自美丽参加资生堂时光琉璃皇冠会。美美体验了全新升级的液琉璃面霜，它能拯救拉胯侧颜。这瓶整整10倍高浓 Cota Pro， 刺激首度破译的胶原之母 CCN2 轮廓蛋白，直接贵气侧颜纱稳稳拿捏，咱也能用侧颜大杀四方了。最离谱的是，我们这次在泰国坐那个香蕉船，那个船开的特别快，特别颠簸，很吓人。我们全家都上了，我就发现泰国真是一个没有规则和边界的神奇的地方。这船上最老的65，最小的才3岁呀，人家在海中央停了，开船的人朝我们喊：“哎，你们想掉下去不？”我说啥？他说我可以把你们的船开翻，保证你们全掉下去。这个事儿回国之后，张拿铁是这么跟他姥爷说的：“我说我不掉，我奶说掉，我要掉。我说干什么玩啊？谁跟你跳呀？我奶非要掉。我说你可拉倒吧。哦，那你可挺厉害哈。”然而实际上，张拿铁那天的真实状态是这样的：我说我不掉，谁让我掉？干啥呀你们？都说这个混血颜值高产出，随便生个撸一撸。混血的宝宝比较可爱，颜值比较高，这个事儿有没有科学依据呢？有没有科学依据？你说有没有科学依据？就我家的一对混血姐弟花，颜值画风很混搭。他俩的画风有多不搭呢？就怎么形容呢？就感觉罗马假日里赫本坐在小电动上，优雅而高贵。镜头往前再一拉，一看骑车的是赵四。你看起来他俩关系挺好，但实际上我家姐姐非常嫌弃弟弟，是不是嫌弃你啊？但是他俩最大的区别还不是长相，是体格。姐姐像活驴一样，特别强悍；弟弟像黛玉一样，特别娇弱。姐姐一年四季不管啥时候，打开冰箱拿出来冰水，咕嘟咕嘟就有灌。弟弟离冰箱2米，我妈就给抱走，说有凉风。别说喝冰水了，就吃啥喝啥都得恒温，都得是先做热的，然后我妈拿小风扇再给吹。姐姐胆子贼大，活泼好动；弟弟胆子贼小，还有点老气横秋。姐姐啊，大冬天短裤、冰水、冰滑轮，4年没进医院的门。弟弟1年4季棉裤腰，今天咳嗽，明天烧。然后大胖媳妇就看不下去了，说看不了拿铁这么娇惯，从此拿铁要交给他带。所以我家可怜的小拿铁现在每天就过着这种。拿铁也是没想到，都说人这辈子有几道坎儿，84有灾，73有难，最大的坎儿竟在1岁半。1岁半，那我妈看着肯定想打他呀。咱们的妈妈们啊，就当他们无法用科学去解释一个现象的时候，她往往会给出2个简单粗暴的结论：一，你现在我让你嘚瑟，到老了全落病。我老公就很费解，烙什么饼不能现在烙？春饼啊，春饼啊！我妈说将来你老了就烙了，烙了你就知道了。我老公说你这不是烙饼，你这属于画饼。你说去烙个饼，你还不说啥时候烙，你还不说烙啥饼，就给一个泡影，还老了就知道了，净整那个向天再借500年那个事儿。咱妈妈的第2个说法就是咱们体质不一样，基因不一样，我们不能像你那么虎。我老公说咱俩不一样，他俩怎么能不一样呢？这俩孩子一个母亲一个父 ，exactly 重合的基因库，同祖而来又同宗，同一个太姥卷大葱，他俩的先天体质和基因是一模一样的。今天的不同，完全就是生活习惯和带的方式不一样。但是我也希望拿铁能就是被他爸带的稍微强壮一点。我认为孩子就是除了情感上适度粗糙没毛病，就是有点可怜拿铁了。在俺家，父子关系咋修复？天凉不让穿衬裤，文化碰撞哪家强？谁命不硬谁投降？妈只能在营养上先给你打好基础。这款诺优能孕慧奶粉，大品牌喝着放心，主打好吸收。因为喝奶这个事儿跟读书一样，书里有多少营养重要，但能吸收进去多少更重要。拿铁呀，你得要点强，赶紧从中杯往大杯发展。长大了你也鼓捣你爹，为娘的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